好，我是 Cici， 欢迎你回到朗学院。今天这节课我们要来专门讨论左手伴奏的演奏技巧。最近呢，郎朗老师的课上讲到了这首肖邦的最出名的曲子之一，也就是他的夜曲作品号9之2。这首曲子呢，在我之前的课上也有经常的作为例子出现。那么今天我们要来讨论的呢，主要是关于左手的伴奏，我们怎么样把它弹得更好听。那我们知道肖邦作为一个作曲家呢，他的音乐绝大多数都是为着钢琴写的，但是他本人呢又特别的喜欢意大利的歌剧，所以在他写钢琴曲的时候，他的右手的旋律要弹得特别的歌唱，就好像一个女高音在唱歌一样，非常的悠扬，非常的婉转的感觉。在右手歌唱性这个方面呢，肖邦所写的一系列的夜曲可以说是最好的典范。有很多非常美、非常感人的旋律都是出自于肖邦的夜曲。那正是因为肖邦夜曲里的这种歌唱性，它在不论是古典音乐的爱好者还是钢琴学习者的心中都是非常受欢迎的。在大部分的情况下，歌唱性很强的旋律是交给我们的右手来弹，然后我们的左手就是来演奏一个伴奏的声部。所以呢，今天这节课的内容主要就是专注在我们如何把我们的伴奏给弹好。首先来说一下关于弹左手伴奏的时候最容易出现的问题。第一个就是弹得太强，然后第二个可能会有的问题呢，就是如果当我想要弹得弱一些的时候，我可能会容易发虚，就是很容易漏音，像这样子。好，所以这个弹得太强或者弹得太弱，没有声音，漏音，这个是我们最常见的两种可能出现的问题。那么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来精确的控制我们的手指，好让我们的左手伴奏弹得好听呢？从技术上来说，首先呢，我们要提前的准备好每一个和弦它的这个把位，就是从第一个音到第二个音这个过渡的时候，你就已经要准备好下一个音它要的一个手型了，而不是到了那儿再去现找。有的时候我们在弹这一类跨度很大的连续的和弦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很难把音找准，对吧？这个过程非常重要。在这种跨度很大、移动很频繁的音型里面，我们要特别注意保持好手掌的张力，保持好这个手型是稳固的，然后再从一个把位到下个把位的过程中，我们就要提前的做好心理准备。同时呢，我们的眼睛也要去看我们即将要弹的这个琴键在哪里。你看，比如说我在弹这两个音的时候，我的手型其实在第二个音1、2、3，在2的时候我就已经架好这个手型，然后3的时候它就非常自然的过渡到这个位置。如果我没有保持好手掌的张力，可能就是这样，你会感觉好像每一个音1、2、3是拆开成3个动作去来做，那这样的话就很容易出现一些失误。好，保持好手型。好，这两个是一组一体的，然后下一个这个也是，先提前去感受好这个把位，音和音之间的这个空隙。在这里也是一样，你看它是一个8度，从下面这个嗦到上面这个嗦。其实我在弹这个音的时候，我的下面的这个音手指已经准备到位了，所以我们在弹的过程中，这个手掌的这个张力是一定要保持好的。如果我们的手型是塌陷的，是很松松垮垮的，那么我们肯定是很容易碰错音，而且会很难去控制这个音量和音色的统一。第二个技术要点呢，就是我们要来想象我们的整个手臂，它是一个完整的整体。想象整个手臂是一个很大的手指，
你看我的这个手腕其实是非常稳定的。要把整个手这个前臂这个地方当做一个完整的整体，然后去往下，不要有太多的这个手腕的这个上下的运动，像这样，这样就特别容易弹得非常的强，而且这个整个音它没有一种连续性。这个其实跟我前几节课讲到的给音分组是同样的道理。其实我是把3个音，每3个音给它进行一个分组，3个音一个动作，所以我不会太多的去动我的手腕，而是我把整个手臂当成一个整体来运动。与此同时呢，我的身体会来帮助我的手臂从左到右进行一个微微的一个转动。注意看我的手腕动作是很少的。第3个技术要点就是我们要保持我们核心的稳定。那么在我们的手臂进行一个从左往右这样子循环的这个动作的时候，如果我们的核心不稳定，我们会感觉身体非常的摇晃，好像很难找到一个很稳固的感觉。所以说我们整个上半身要坐直，然后感觉我们的腰也是在发力的状态。手型保持好张力，